从每日 C 果汁、林凤营鲜乳到贝纳颂咖啡，你一定听过这个名字——味全。从味精起步走进台湾的千家万户，它的故事不仅仅是食品公司的发展历程，更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年代缩影。而缔造这一切的人，是一个没读完中学，在市场里卖水果的年轻人。南统一，北味全，他打下台湾食品的半壁江山，最后晚年却眼睁睁看着自己2个儿子争权相斗，把他辛苦建立的基业拱手让人。他叫黄烈火，平民出身，游走乱世，胜于实业，败在传承。大家好，我是胖猫，今天咱们就来讲讲味全这个品牌背后一个关于机遇、时代与宿命的故事。1912年，台湾彰化的鹿港，黄烈火出生在这里。清朝时，这里是台湾3大港口之一，与台南艋舺并列，因此有一府2鹿3艋舺的说法。黄烈火年幼时，父亲就撒手人寰了，从小到大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普普通通的平民家庭，没什么钱，母亲不会讲什么大道理，更别说给儿子锦衣玉食，能做的只有靠平时接点零活，勉强度日，能省下1分是1分，能撑过1天算1天。8岁那年，他进入了鹿港第2公校读书，穿的是打着补丁的旧制服，背的也是别人家孩子用过的旧书包。后来为了生活，母子俩又辗转到了园林中学，上的是台南长荣中学。中学没上2年，他就得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痢疾，让他整整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人瘦的皮包骨头，连路都走不稳。现在想想，痢疾这种病不算啥大事，可在当年，对于穷人家的孩子，那可是要了命的。又没抗生素，只能弄点中药喝一下，之后全看你命硬不硬。好在黄烈火算是挺了过来，可学业却拖了大半个学期。他大舅就跑来和他商量，说你看这一来家里也没闲钱，二来你也老大不小了，干脆也甭费内劲上学了，不如跟着我去市场卖水果，也好减轻家里的负担。懂事的黄烈火答应了，他就跟着大舅一边学着做水果生意赚钱来补贴家用，一边靠着函授教材继续自学。有时候生意不忙，他就趴在装水果的箱子上写字念书。1930年，大舅的水果生意倒闭了，黄烈火也离开了市场。这一年他只有18岁，没文凭没积蓄，好在他肯做事，也能吃苦。幸运的靠着亲戚朋友介绍，他在一家叫年丰站株式会社的日本人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当时主要代理台湾地区的美孚石油，属于贸易公司。刚进公司时，黄烈火的职位是外务助理，说白了就是个勤杂工，跑腿的。有时跟着去送货，帮着递送文件，去仓库卸车，反正是哪里需要去哪里，什么活都干，什么人都能使唤他。黄烈火很珍惜这些，毕竟如今有了稳定的收入。在当时讲究等级和规矩的日本企业里，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硬是靠着肯干好学，慢慢的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几年之间，一步步从小跑腿混到了园林营业所的主任，这是他人生中的第1个头衔，也是他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是1935年，黄烈火23岁。可以这么讲，没有他最初在年丰站株式会社的工作经历，也不会有黄烈火未来的成功。3年后的1938年，26岁的黄烈火聚齐了一帮年轻气盛的朋友，几个人凑了些资金，决定自己创业。他们几个登上了前往日本神户的轮船，誓言要闯出一番新天地。到达神户后，很快黄烈火和几个朋友创立了和泰商行，主要做的是棉布杂货贸易。那是一个什么都在流动的年代，货物、船只、机会，甚至是人心，只要肯跑，愿意埋头做事，能认准方向，就会有不错的回报。黄烈火跑得特别勤快，也特别远。他把货卖去了满洲，也卖回台湾，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和泰商行的账面也越来越好看了。可惜外部的局势变得太快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全面扩大，东亚的战局愈发紧张，物流也愈发受限。原来能做的像棉布、油料、钢铁，现在通通成了管制品。通货紧缩，商路封锁，黄烈火的账本上虽然还有盈余，但心里感觉不妙。像和泰商行这种贸易公司，本来就是空手套白狼，没有重资产，能做就做，不能做赶紧跑，保住胜利果实。于是1941年，他们几个人就一商量，决定散伙退回台湾。这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黄烈火躲过一劫。为了支撑全面爆发的战争，当时满洲成了日本军需生产基地和资源供应地，工厂、电站、铁路、军需设施全面铺开，也带来了庞大的建材、设备与零件需求。于是黄烈火将目光瞄向了中国大陆。
他跑到当时满洲首都新津，也就是今天的长春，展开布局，成立了木材加工厂，专做基建用料，又利用自己在日本建立的货源网络，将汽车零件、五金、电动马达等工业品运到了中国，卖给工厂和各地商号。在长春混了几年，黄烈火的资本也得到了一些积累。可眼见这战事，他觉得日本人看来是真不行了。你说你惹谁不行，偏偏要去惹老美。不管了，反正能做就做，不能做照旧撤退。到二战末期，黄烈火开始转赴上海、天津等地寻找新商机。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当时的台湾百废待兴，燃料等重要物资极度匮乏。黄烈火迅速出手，取得了美孚石油在台湾的代理权。还记得他最早任职的年丰站吗？代理的正是美孚石油。如今日本人被迫撤出，他顺势顶上，接替成了新的代理人。这里面靠的是当年积攒下的人脉与资源。他从上海调运燃油运往台湾，同时为了避免空载，他又把台湾盛产的蔗糖运销至上海，在一来一往之间赚取的利润何止是可观，简直就是暴利。相比之前的棉布和木材生意，这桩石油换糖的贸易往返才是黄烈火事业上真正的第一桶金。但他知道这种暴利不会长久，也轮不到他黄烈火来长久。仅仅1年后的1946年，他就携带着所有赚到的钱返回台湾。为什么？黄烈火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二战结束，日本撤退，虽说46年年初国共签了一个停战协定，但校长压根就没把它当回事儿。整个内战形势依旧是波诡云谲，大陆并不太平。再退一万步讲，将来无论是国盛还是共赢，对他黄烈火没有半毛钱好处。他又不是政治投机分子，他是商业投机，赚钱才是第一要务。他所有挂钩的商业资源，那全都是日本人，回台湾比待在上海或者是南京更好。这就是黄烈火的过人之处。咱们今天站在上帝视角觉得没什么，可如果在当年换作是一般普通人，根本就看不明白。可黄烈火却永远懂得什么时候见好就收，审时度势，知进退。1947年9月，黄烈火在台北重新挂起了和泰商行的老招牌，事业再起炉灶。隔年，他与日本丰田汽车谈妥合作，成功取得丰田在台湾的销售代理权，正式切入汽车经销领域，开启了 4S 店车行。国内的小伙伴也许不太了解，这家和泰商行，今天的和泰汽车公司，长期代理丰田旗下品牌，在台湾市场那是独占鳌头。以最近的2023年为例，和泰汽车共售出 15.9 万辆新车，市场占有率高达 33%， 稳居台湾汽车销售第一名。拿下丰田代理权，为黄烈火带来了稳定的现金流与可观的资本积累。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赚差价的贸易生意，贸易靠的是机会，实业才能长久。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民生领域，食品工业。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味全登场。1950年代的台湾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与恶性通胀中艰难重建。国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从3起5减租到公地放权，最终落地耕者有其田。一方面稳定了农村社会，另一方面迫使大量原本握有土地资产的地主阶层将资本转向工商业投资，为民营企业的崛起释放出第一批资金动能。与此同时，政府正式启动进口替代战略，以高关税、外汇管制为保护墙，扶持本地工业，力求摆脱民生消费品对日本进口的依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3年9月，黄烈火在台北再次出手。他创办和泰化学工业公司，投资200万元，率先引进日本技术，开始在台湾生产味精。彼时台湾味精市场几乎被味之素垄断，市占率超过 90%。政府严控进口之后，这个赛道几乎成了人为制造的政策性垄断市场，谁先进去，谁就吃下一整块蛋糕。那么为什么偏偏是味精而不是其他？黄烈火看重的是这个品类独特的黄金属性。首先，味精是华人饮食文化中重要的调味料，汤品、酱料、炒菜都离不开它，市场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其次，它具备高度工业化的特征，保质期长，运输成本低，毛利率高。更关键的是，它的发酵工艺门槛适中，适配当时台湾刚起步的工业基础。黄烈火不是盲目投入，它是踩着政策窗口，压对了一个高复购、低替代的基础品类。1年后，公司更名为味全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味美味全不仅仅是一句广告语，也代表着它正式从贸易商人转型为实业，踏入食品工业的第一步。在推广上，味全很聪明，
他们免费送菜谱，教家庭主妇怎么用味精做菜，还附上试用装，让人试了再说。结果一用发现，味全的味精味道不输日本货，价格还便宜，大家很快就改买本地品牌了。同时，黄烈火建立了一整套推销员制度，他派出大量的推销员，一间间的跑杂货店，走乡下谈铺货。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地推。这种深度分销方式虽然人力成本高，但效果立竿见影，味全味精迅速铺遍全台。靠着味精站稳脚跟后，味全很快迈出了下一步，开始拓展产品线，布局全方位食品制造。1955年，味全不仅扩大了味精工厂产能，还收购了桃园杨梅的台北牧场，改名为味全普兴牧场，正式进军乳品业。这次黄烈火又踩中了风向。当时政府正推动发展畜牧业，鼓励民众饮用牛奶以改善营养结构，味全普兴牧场也因此成为了台湾第一座大型乳牛牧场，为后来家喻户晓的林凤营鲜乳等乳品品牌奠定了基础。1956年，味全陆续推出了酱油、酱菜、罐头食品等民生用品，企业定位从调味品起家的制造商，逐步拓展成综合性食品企业。1961年，味全股票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台湾第一家上市的食品企业。上市不仅为公司带来了更多的融资与资源，也标志着它在台湾食品工业的地位正式确立。当时味全在北部称王，统一在南部崛起，市场上流传着一句话：南统一，北味全，两大食品巨头分庭抗礼。黄烈火也因此被誉为台湾乳业之父。企业做大之后，品牌也要跟上时代，于是他不惜花重金邀请日本设计大师大字号设计全新 logo 标志，以红色的5个圆点造型与味全英文字首字母 W 相互辉映，表达圆润可口、5味俱全的含义，取代原有的双凤商标，品牌形象从本土走向国际。1972年，味全在美国洛杉矶成立美国味全公司，日后成为北美最大的东方食品供应商之一。同时，在台湾本地也开始尝试更多元的企业布局，开设松青超市，打造味全的终端网络。在企业版图不断扩张的背后，黄烈火的身体也不堪重负。48岁时便罹患糖尿病，原本一天要抽2包烟，现在也只能戒掉。最爱吃的是花生米，现在每天吃4颗。媒体曾经拍下他用餐时，认真的从盘子里面挑出4粒花生米，慢慢咀嚼。平时黄烈火对自己近乎苛刻，他常说房子能住，衣服能穿，钱够用就好。据身边人士回忆，他的晚年生活非常简朴。有媒体造访，看到他住的房子墙面都是发霉的，旧沙发套打了补丁继续在用，完全不像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家。进入1980年代，年逾70旬的黄烈火开始思考交班问题，企业现在已经成了规模，传承成了必须要面对的课题。1986年，黄烈火正式辞去了味全董事长职务，将味全交给长子黄克明出任董事长，由次子黄南图担任总经理。这是个典型的家族安排，原本的用意是希望2兄弟分工协力，同时守住老爷子留下的基业。然而企业交接顺利，兄弟协作却出了大问题。2位继承人性格迥异，理念相左。黄克明稳健保守，主张稳守本业；黄南图则野心勃勃，倾向多元扩张，一个想守成，一个想攻城。味全的内部逐渐划分成了2个阵营，摩擦不断升级。即便在业务上，味全持续发展，设立康国行销公司，拓展流通体系，布局大陆福州、北京、桂林等地，甚至在1990年成立味全龙棒球队，加入中华职棒，推动多元化经营。但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的分歧早已渗透进公司的每一个角落，最终在1990年代中期彻底撕裂。为了争夺味全的主导权，黄南图决定引入外力。他与台湾政商界的微金集团、小沈等势力联手，借助外部资金与股权操作，发动内部斗争，试图掌控董事会。在这场家族内战中，黄南图一度得手，取代黄克明坐上董事长位置，黄克明则被迫退居次席，味全的经营权正式改组。这场宫斗式的企业内斗引发台湾媒体广泛关注，也让味全陷入长期动荡。黄家元气大伤，内部裂痕难以弥合，更为外部资金趁虚而入埋下了伏笔。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彰化的魏家兄弟正快速崛起。他们创办的鼎新国际集团，靠着康师傅方便面在大陆市场攻城略地，积累了充足的资本，正伺机回台投资。1997年前后，味全因家族纷争，公司股价低迷，公司管理层也是各自为战，互不信任。对于魏氏兄弟来说，这正是天赐良机。
1998年，鼎新国际集团透过资本操作，成功收购味全近40%股份，一举成为最大股东。董事会改组，魏应行出任董事长，魏应充出任副董事长，原有经营班底、领导层全部换血。味全总部也自台北松江路迁至新北西址，新东家全面接手运营。皇家苦心经营了40多年的食品王国就此易主，媒体称之为味全易制。这场权力更替不仅是企业控制权的变动，也成为了台湾企业史上因家族内斗导致本土老字号被并购的经典案例。多年后，老大黄克明在为父亲90大寿编写纪念册时，上面留下了一句哀叹：由于我们兄弟不争气，竟将父亲辛苦建立经营了40余年的味全事业拱手让人，这是多么令人心痛且对不起父亲的事。这句话不只是对父亲的愧疚，更是台湾众多家族企业在传承断裂时最真实的写照。98年味全易主，虽然味全品牌在台湾的经营权不再属于皇家，但美国味全在出售前保持独立运营，所以依然由皇家掌控。黄南图转向大陆市场，在上海、武汉、成都等地布局食品工业，试图东山再起。黄克明则将重心放在父亲创立最早的事业和泰汽车集团上，而鼎新味家的接手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2013年到14年，味全卷入一系列食品安全风波，尤其是劣质油事件，令味全品牌声誉大跌。2010年3月21日，黄烈火在家中去世，享年98岁。消息传出后，各界悼念分治。从游走于乱世到建立涵盖味精、乳品、汽车国际贸易的商业版图，黄烈火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战后台湾经济史。而味全的易主交班失败，也反映出台湾众多家族企业在现代治理转型中所共同面对的难题：如何在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保持创始精神的延续？如何在权力移交时避免家族内耗？这些问题在黄烈火辞世多年后依旧值得回望。味全虽然已不再属于皇家，但黄烈火这3个字已深深写入台湾商业的历史长河中。